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舅舅家的故事，希望借这个故事给那些有相同经历的人提供借鉴及帮助。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我有4个亲姨妈，只有1个亲舅舅。用我家乡话来说，他是独龙龙，即独生子。他结婚后生下2儿2女。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发生在我这个亲舅舅及其侄女身上的离奇而悲催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历史30多年终得破解的谜团。如果你想知道详情，请听我细细的道来。在说舅舅家的故事之前，先交代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我的家乡是个壮族和汉族混居的地方，虽说解放了许多年，但私底下仍然通行着从古先民那里延续下来的民风民俗，比如算命，比如驱邪。上面我介绍了舅舅婚后有2儿1女，但听说舅舅曾请人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只有1子，这就奇怪了。然而更离奇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本世纪初，几乎长达30年的时间里，舅舅一家6口竟然先后有4人发癫。造成舅舅一家灾难的缘由何在？也许专家会告诉你，可能是患者有家族遗传病，患者的基因存在问题，或者是病人有性格缺陷，遇到事情容易钻牛角尖，从而导致精神病发作。民间则流传可能是家里有人患了疯病，相互之间传染了，都疯了。还有的说是得罪了鬼神，被诅咒了。花开2朵，各表一枝。不管是专家之言也好，民间之说也罢，事情发生的源头在舅舅的身上，所以很有必要重点讲讲我的舅舅。外公外婆一共生养有5个孩子，4个女孩，1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舅舅。我舅舅应该是上个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我母系家族成员中，我外公外婆都活过了80岁，我的大姨妈、我妈、我6姨现在都过了80岁，我最小的姨7姨今年也过70了吧。但我的姨父们都不在了，而我爸更是在我高中还未毕业时就病故了。拉拉杂杂扯了一大堆，就是想说我母系家族里和他同一辈的男性仍然活在世上的就我舅1个了。长命的舅舅却有着不同常人的经历，他的身上牵扯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贯穿着长达30多年的难解之谜。中国人讲究传宗接代，尤其是农村家庭。话说我这个舅舅，听说是我外公外婆到处求神拜佛，祈福烧香，许愿祷告，用尽了种种方法，最后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在生下3个女孩之后，外婆总算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孩子。我唯一的亲舅舅，我大姨和我舅的年龄相差不止15岁，可见我舅舅这个传宗接代之人得来太不容易了。舅舅的出生使得我的外公外婆了了心愿，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他们的无心之过，一场避无可避的悲剧被拉开了序幕。在外公外婆的5个子女中，我母亲是唯一一个凭自身努力跳出龙门的人。她考上了中医校，毕业后分配到县人民医院做了1名医生。舅舅只无惊无险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尽管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好像并没有享受到特殊的待遇。没有学习天赋的他，早早就开始了务农，像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舅舅也是样样农活都拿手。在他的姐妹都出嫁后，他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当时农村还是集体化体制，以生产队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上工收工不单是依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是以生产队长的口哨为准。士员们上工至收工为集体而作，征工分，年底按工分结算，再分钱分粮。其他时间可以在自己的1亩3分地里上忙活。我的舅舅手很巧，人也不老，他常常在晚饭之后开始他的打野生涯，拿着他自己用竹篾片编织的鱼篓，放进生产队的鱼塘边上的石头缝隙里，或池塘的排水口处。过上2、3天后，再在上工之前把鱼篓汁拿出来。这种鱼篓汁，我们的方言称之为粶。它约有成人的手臂那么长，它的头部类似于撑开时的雨伞骨架，收拢处即为鱼篓汁口，口内套着一个主漏子，鱼虾只能进不能出。它的身体部位呈圆柱形，尾部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口子。当地人往往将随处可取的稻草混杂成团，再糊以糖泥作为粶的筛子。池塘是属于生产队的，池塘里的鱼，不论是鲤鱼、鲫鱼还是草鱼、鲢鱼，都是公有的，有专人割草投喂，个人不能捕捞垂钓，但是可以摸螺蚌、钓虾子，或者像我舅舅那样的做法是被允许的，因为他鱼篓汁里收获的主要是会钻洞的唐狮鱼，它是会吃小鱼的。舅舅的辛劳给幼时的我和他的孩子带来了很大的欢乐，在那个缺少时的年代，是多么难得的营养品啊！我和我哥本来是让我外婆带的，舅舅结婚后，外婆在我家里待不住，就把我带回了乡下了。我在外婆家待到4岁，才又和外婆一起回到县城自己的家里，因为我母亲又生了我妹妹。我读书很早，5岁半进入学前班，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1年后，因为不足7岁，不够资格读1年级，又重读了1年学前班。外婆在我家待得不安心，她总是牵挂舅舅一家。在我的脑海里还残留着这样一个画面：外婆一边摆饭桌，一边哭诉家里千难万难，抱怨我的妈妈给她的家用太少。最后她干脆回乡下去了，不得已，我爸就把我的爷爷请来家里帮忙照料我们兄妹3。我爷爷是个能人，有机会专门讲讲他。自从我爷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里，我和外公外婆家的联系就少了。只是听说我舅舅后来又生了2女1子，一共2男2女4个孩子。小的儿子很聪明，很得我外公喜欢，去哪都带着他。记得后来我爸生重病，在南宁的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的那段日子，我妈要去陪护，还把我外公叫我家里帮忙照料我们兄妹3。当时外公把我的小表弟也带我家里了，虎头虎脑的，透着一股聪明劲。但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有2儿子，且都很健康，
但算命先生所言命中只有一子的说法，还是令舅舅如鲠在喉，却别无他法。毕竟当时农村儿童的夭亡率还是挺高的，况且舅舅的村口有好几口鱼塘，小孩掉鱼塘淹死的事情时有发生。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间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小孩还没事，正值壮年的舅舅先出事了，忘了具体是哪一年。听我母亲说，我舅舅病了，得了疯病，起因是某个晚上轮到舅舅给生产对手补场，结果有村人半夜偷骨枝，舅舅就报告了生产队，结果捅了马蜂窝，对方家里几兄弟家妯娌天天堵上门骂街，舅舅一家势单力薄，被骂到抑郁了，然后就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清醒的时候可以正常出工收工，疯癫的时候就一个人喃喃自语，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但跟一般得了精神病的人不同的是，我舅舅是知道自己有病的，他会把家里的钱都收罗出来，要去买药吃。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得病了必须要医治，除了去正规医院看医生买药治病外，外公外婆和我舅妈还到处找人施法，这样折腾了好几年，舅舅的病情慢慢好转，除了神情略显呆滞外，其他的方面都算正常了。全家人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时间进入了80年代中期，舅舅最小的儿子，我的小表弟也开始入学读书了，学习成绩是几个孩子里面最好的，是块读书的料。满以为舅舅一家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苦尽甘来，没想到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在我去武汉读书期间，舅舅的小儿子学习很好，很聪明的那个，在他10岁那年，据我表妹说，因为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丧失了免费看电影还是什么的资格，受了刺激，和他父亲一样疯了。他的病情来得比我舅舅要严重得多，是真正的疯，完全丧失理智的那种。神志不清的他经常大哭大闹，大搞破坏，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有时还会不着寸缕跑出家门，害得家人四处找寻。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出门除了双腿走路，唯一的代步工具只有自行车。最后没有办法，家人只好用绳子把他手脚捆起来，绑在屋里。然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不知何时挣脱了绳子，从家中消失了。家人找了好几天没找着，就这样10多天过去了，离家的小表弟没有一点音讯。就在家人不再抱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传言：几天前那个刮着凛冽寒风的夜晚，几十里外的一座小山村的村民听到近半个晚上的凄厉的哀嚎声。次日早上，有人在山脚下的池塘边发现了一个失去生命体征的冻僵了的人。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冻僵的人和我小表弟有没有关联，我只知道他消失于一个寒冷的冬夜。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那个曾经聪明的令人称奇的男孩。我的舅舅也不幸被
算命先生所言中，命中只有一子。这件事离奇而古怪。既然舅舅命中只有一子，那这个聪明男孩为何如昙花一现般出现在舅舅的生命里？他的早逝又在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呢？